用温水清洗白皙的双腿，换上崭新精致的旗袍，梳好优雅温柔的发髻，而后轻轻点缀迷人芳香，最后点将朱唇明艳动人。女孩出落得亭亭玉立，眼角却止不住有眼泪滑落，只因今晚将是她第一次接客，夫人亲自将她送入客人房间。She's as you requested. I'm touched. 男人掀开毯子，露出残缺的下肢，上前对貌美青涩的姑娘细细打量一番。夫人这时送上一杯助兴酒，随后给两人留下独处的时光。温柔的失身之夜后，女孩躺在床上默默流泪。管家端来清水，教她如何净身，避免染病，还告诉她很幸运，不是每个女孩的第一次能都遇到这么温柔绅士的人。然而哭成泪人的女孩完全不愿接受。You expect me to be grateful? 女孩今早被坏人绑走，晚上就被送进了风月场。她愤怒地指责着眼前用金钱把她当作物品交易的人。夫人这时闻声赶来，已在门边笑得千娇百媚。这样的场景她早已不是第一次看见。You poor thing.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have a better life out there? To be born a woman is to be born a slave.To your husband, your mother-in-law, your children, and your pimp. At least in here, you can have some kind of power. That is,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夫人抹去女孩眼角的泪水，告诉她这个世界里的生存法则。原来女孩并不是被坏人掳走，而是被父母贱卖。人贩子为了卖个好价钱，不遗余力地宣传着女孩还是个黄花闺女，地头蛇爷志在必得。为了得到女孩，把价格抬到425，然而却一直有人在与她竞价。身后的女人优雅地要价500，远远超出了市场价格，力压蛇爷高价买下了女孩。夫人扭动着如柳腰肢缓缓走来，举手投足之间尽显风情万种。女孩此时满眼的哀怨，并不知道夫人刚刚救下了她一命。妩媚动人、倾国倾城的凤兰，是大名鼎鼎的凤凰阁的夫人，不惜冒着得罪黑帮蛇爷的风险，也要买下女孩。只因蛇爷对待新姑娘的方式非常残暴，许多都是伤痕累累，甚至还有2个无故失踪的女孩，最终只找回了2具尸体。角落里的女孩听到管家的话，这才明白夫人救了自己一命。凤兰作为凤凰阁的女主人，将这里经营的风生水起，依靠着姑娘们赚取钱财，也保障着她们的生活起居，成为姑娘们敬重的夫人。然而这天，一个不速之客却打破了凤凰阁的宁静。女人正温柔地给客人洗脚按摩。作为风月场里的老人，素芬十分清楚要如何服侍。然而这位客人却不喜欢循序渐进，他心急难耐，一把将素芬推倒在床，甚至粗暴地勒住素芬的脖子。素芬满脸通红，眼看就快要窒息。这时一把尖刀突然抵住男人的脖颈。You just arrived from Hong Kong, so let me explain to you. This is not how you treat a lady in the house. This place is in my uncle's territory. I will do what I like. 原来男人是地头蛇爷的外甥，但这样的身份并未唬住气场全开的凤兰。You don't know who you're dealing with. Neither do you. 凤兰一声令下，阿义狼狈地滚出房间，只能跑回去找舅舅告状。然而舅舅听闻他被女人打了，先是将他一顿臭骂，接着警告他不要去招惹凤凰阁的女人。他们一直以来都按时交保护费，还与高官交好。想喐佢哋，諗都唔使諗。爛！然而懦弱的男人并不打算善罢甘休，他来到凤凰阁，假意向素芬道歉示好，然后趁其放下防备，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施暴。他将素芬死死摁在桌上，随后拿起烧红的熨斗，直接烫在娇嫩的肌肤上。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就这样被拖进角落，残忍施暴。再次被人发现时，素芬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连下身都被烫伤。看着素芬难忍疼痛痛苦的呻吟，凤兰发誓要让伤害她的人付出代价，转过身去问管家 Did you buy meat for dinner tomorrow? 另一边，施暴者阿义喝得醉醺醺地走在路上，眼前突然飘过一个倩影，他露出邪魅一笑，循着身影跟过去，顺手拿起眼前剩下的野餐食物，想都没想就开吃。然而顷刻过后，身体就感到不适，阿义倒在地上，呼吸困难。这时，美丽的倩影正缓缓走来，将鲜血滴在了他的嘴边。一场倾盆大雨冲刷着荒郊野岭里留下的痕迹。警方接到报警，赶来案发现场，阿义的死状惨不忍睹。一番勘查过后，警长告诉下属 You'll tell the coroner.This was a murder. 男人拿起烧红的熨斗，重重地烫在女人娇嫩的肌肤上，折磨得她生不如死。然而第二天，男人就横尸野外，尸体被野狗啃食得面目全非，死状惨不忍睹。警局新上任的麦警长仔细勘察了现场，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死者还有明显的中毒症状，由此断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另一边，滂沱大雨让凤凰阁的姑娘们难得空闲，一群不速之客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Chief Inspector Mac,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istress. Inspector.What a pleasure.
从株连后走出的女人妩媚动人，麦警长看着眼前的绝色佳人，不由自主的就被勾去了魂。但此番前来，他还有正事要办。得知死者阿姨与凤凰阁的姑娘曾有过纠葛，便来找凤凰阁的老板娘凤兰问话。作为最大的怀疑对象，凤兰却淡定自若的应对 You are new to the city, Inspector, or you would know that we are in Samapui's territory. Lo says men protect us. Why would we attack his nephew?面对凤兰的从容，没有证据的麦警长也没有应对之法。但在离开前，麦警长提起了当年轰动一时、至今还未破的阿涛碎尸案。从作案手法上看，两个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听到这里，凤兰的脸上闪过一丝隐约的诧异，这似乎是一段她不愿提及的往事。而同样对此案耿耿于怀的，还有地头蛇蛇爷。儿子阿涛的碎尸案至今尚未侦破，外甥阿姨又横尸野外，他恨不得当场就将逍遥法外的犯人抓回来碎尸万段。然而前任警长拿钱不办事，他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新上任的麦警长身上。 My man found this last week, just lying in the street. As a police officer, I'm sure you know what to do with lost money, right? Your integrity is heartwarming, but it is best you report at the station. 麦警官拒绝了蛇爷的行贿，但他依然会秉公办案。他认为要找出杀害阿姨的真凶，就必须先查出阿涛碎尸案的真相。于是决定先从阿涛尸体旁的那枚戒指入手。首先找来了当地资历最老的女人，问她是否知道当年一案的细节。但女人不仅一问三不知，甚至轻蔑地笑了出来，表示这个城市没有阿涛才会更好。接着还反问麦警官，如果死的是他们这种风尘女子，警局还会这么卖力的查案吗？麦警官被对得哑口无言。接着女人还是提醒他，可以去查查制作那枚戒指的珠宝商。麦警官很快就找到了人，珠宝商一眼就认出了照片里的戒指，属于他们的定制款。There aren't many places or girls that know how to use them. Go on. They are instruments of pleasure, used in the art of love. This part here goes for romance. 珠宝商表示这批戒指是牡丹宫定制的，但牡丹宫几年前关门了，而那一年也正是碎尸案发生的时间。珠宝商最后提醒麦警官，如果想知道这戒指怎么用的话，可以去问问凤凰阁的凤兰夫人。The most experienced girl is very adept at its use. Thank you. I will certainly pay them a visit. Inspector. What a pleasure. 凤兰是新加坡最大风月场的老板，妩媚娇艳，引得无数男人垂涎。但闲暇时，她却爱坐在湖边优雅地看书。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初来乍到的麦警官十分好奇，眼前这个妖娆多姿的女人，究竟是凤凰阁的夫人，还是懵懂天真的淑女？究竟哪一副面孔才是真正的凤兰？而她的笑容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强烈的好奇驱使着麦警官展开调查，找出了近20年里失踪女性的案件。而回到凤凰阁的凤兰，继续周旋于她繁忙的生意中。然而这天头牌小兰的身体却有了一丝异样，敏锐的凤兰一眼便知。事已至此，小兰不得不承认，孩子是乔治的，因为对方从来不用鱼抛。听到这里，凤兰不由得愤怒。You're more stupid than I thought. 夫人呵斥小兰愚蠢至极，因为乔治是一名漂泊的水手，私生活一定非常混乱。如果有传染病，那大家都得完蛋。但恋爱脑的小兰却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了乔治，乔治答应为她赎身，还表示孩子生下来后两人就回英国结婚。天真的女人还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她找到凤兰请求她让自己自由。看着对方满怀期望的眼神，看破红尘的凤兰并未戳穿。她先是告诉乔治，小兰的身价是3000美金，但乔治显然对这个价格有些为难，但他保证一定会好好对小兰。凤兰心一软，将价格降到1000美金，但前提是乔治要保证给小兰和孩子一个幸福的家庭。交易就这样初步达成。然而乔治转身找到小兰时，却说夫人狮子大开口要价5000美金。死把婆！男人花言巧语表示花多少钱他都愿意，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筹钱。小兰被感动冲昏了头脑，甚至拿出多年的积蓄和首饰交给男人，等着他回来和自己私奔。但最终却只等来男人卷款跑路的消息。在麦警长的帮助下，凤兰找到了独自坐在港口的小兰。被抛弃的女人坐在雨中哭得撕心裂肺。凤兰虽然恨铁不成钢，但还是心疼自己手里的姑娘。麦警长这时吩咐下属用车将女人们送回凤凰阁，但下属却犹豫不决，不肯答应，对风尘女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A sinful woman. You're right. You shouldn't ride with her. You can walk back. It'll take you about 2 hours. Time for you to remember that you joined the police force to serve and protect, not judge.
麦警长的言语让凤兰有些许意外，他已经很久未曾感受过这份应有的尊重。得知男人真面目的小兰也彻底放下了幻想，她将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重新振作，并向管家要了最猛的堕胎药。从今以后，她将凤凰阁当成自己的家，也不再相信任何男人。天真少女的双手被绑在床上，任凭她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她苦苦哀求，但对面的男人只劝她安分一点。随后，一个油腻的男人推门而入，直勾勾地盯着女孩，将一沓现金放进阿涛手里。女孩拼命挣扎，但阿涛却笑着让油腻男好好享受。关门声彻底斩断了女孩的希望。下一秒，女人从噩梦中惊醒，原来那个被侵犯的女孩就是年轻时的凤兰。惨痛的经历就如同挥之不去的噩梦，虽然过去多年，但依然深藏在凤兰的内心。另一边，追查凤兰身世的麦警官找到了蛛丝马迹，于是再次光顾凤凰阁。城府极深又对彼此充满好奇的两人，就这样展开了一番极限拉扯。Who are you, Inspector? You won't take bribes? You help damsels in distress? You're not like other men. Who are you, Madam Phoenix? A mercenary, madam? Or a girl who loves to read? It's the real 凤兰。面对麦警长拉丝的眼神，凤兰立马转移了话题。为了感谢麦警官上次帮他找回小兰，准备找最好的姑娘来帮他按摩，但麦警长似乎有他自己的选择。You want to thank me? Thank me yourself. 此刻两人的心跳无限接近，近得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但麦警长却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熟悉的面孔让凤兰的脸上闪过片刻的诧异，又瞬间回到淡定从容，表示自己不认识照片上的女孩。但她细微的表情还是被麦警长察觉。而在麦警长走后，凤兰脸上的从容瞬间消散，她不由得开始担心那个隐藏多年的秘密。而麦警长也决定继续深入调查，势必要找出两人之间的关联。照片上名叫翡翠的女孩曾经在春和院工作，于是麦警长找到曾经春和院的下人，女人一眼就认出照片里的翡翠就是现在凤凰阁的夫人凤兰。不仅如此，女孩还透露春和院曾经的老板阿涛总是殴打姑娘们，是个人面兽心的变态。勾起伤心回忆，凤兰独自来到母亲的坟前祭拜，往事历历在目，让她哭得梨花带雨。就在这时，麦警长缓缓走到她的身后。Madam Phoenix, or perhaps 翡翠。麦警长的提问让凤兰无法回答，她不想在母亲的墓前提起那些不堪的过往，于是她带着麦警长回到凤凰阁。女人隔着摆动的珠帘，缓缓解开旗袍，男人不自觉地吞咽口水。四目相对之际，男人又紧张地转过身去，假装不在意到一旁坐下，而镜子里女人的倒影再次吸引着他的目光。女人拿上睡袍，却故意不穿走了出来，坐在一旁换鞋，露出白皙诱人的大腿，让一旁的麦警长难以把持。经过几番查询，麦警长已经无限接近凤兰身世的真相，而凤兰为了转移注意力，与麦警长展开了一场极限拉扯。正当两人你侬我侬之际，三个蒙面男子闯了进来，他们是冲着凤兰来的。麦警长将凤兰护在身后，身手不凡的他很快就压制住三人，但这时一人掏出腰间的手枪，一旁的凤兰看见后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挡住了子弹。管家阿玉也在此时及时出现，将开枪的人打倒，拿起枪要挟众人离开。麦警官将凤兰抱进怀里，看着她背后的血迹心疼不已。好在只是轻伤，凤兰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口剧烈的疼痛也让他难以承受。麦警官在一旁看着十分揪心。这时下属找来凶手遗落的物件，他发现幕后黑手竟是老蛇，于是立马找到老蛇兴师问罪。老蛇一个劲儿的打太极，闭口不认，但麦警长却警告他，如果再有下次，一定会抓他去坐牢。老蛇也不想得罪警方，于是决定暂不行动静观其变。另一边，凤兰拖着虚弱的身子，找来好姐妹素芬秘密谋划。原来素芬和她是一起从春和院逃出来的姐妹，两人与当年的碎尸案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凤兰让素芬悄悄整理积蓄和行李，1周后他们可以坐船逃去福建。Huck, he is too close. We have to leave. 警告完老蛇的麦警长回到凤凰阁，他十分担心凤兰的伤势。管家阿玉表示夫人依然很虚弱。I don't need to see her. I just want to know, how is she? Do you need me to pass her message? No, I just... Thank you. 麦警长不知如何面对凤兰，而凤兰又有着急于掩盖的过去。两位还未道明的感情，是否还能继续？
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然而这个风月场的女老板却将从男人身上赚来的辛苦钱毫无保留地捐给了中国抗战基金会。她不仅有着倾国倾城的妩媚风姿，更有着一颗坚定不移的爱国之心。然而就在此时，英军的军舰被日军击落，知道英军要来新加坡的只有海军指挥部的首领，而首领又是凤凰阁的常客。麦警长敏锐地察觉出消息是从凤凰阁走漏出去的，而日本间谍就藏身其中。麦警长终于又有了正当理由来到凤凰阁。We need to talk. Alone. 两人来到微风徐徐的湖边，枪伤还未痊愈的凤兰还有些体力不支。Do you feel like you always have to put on a brave front for everyone? I'm a simple woman.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rescue young girls. You didn't think twice about saving my life. And you contributed more than $10,000 to China War Fund. 了解到这些的麦警长相信凤兰一定不会是日本间谍，但这并不代表凤凰阁的其他姑娘没有嫌疑。他将事情的始末以及自己的怀疑告诉凤兰，但凤兰却坚决否定了他的怀疑。他自己对日本人深恶痛绝，也相信姑娘们与自己站在同一立场。I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对方的质疑让凤兰也有了一丝动摇，而麦警长今天请他来，就是想让他帮忙演一出戏，协助调查。两人筹谋了一个计划，准备引蛇出洞。届时麦警长会拿着一份日文报纸来到凤凰阁，里面会有一些不重要的假新闻，但间谍一定会忍不住去看报纸。两人按照计划行事，麦警长拿着假报纸来到凤凰阁，假装说着战争即将爆发，随后将报纸扔在桌上，便在凤兰的搀扶下走进了房间。两人似乎在进行一场赌注，多日来追逐与试探的游戏，让他们之间的暧昧更进一步。两人也不再掩藏内心的情感，成年人极具魅惑的推拉终于有了结果。然而事后凤兰却眉头紧锁，年幼时被侵犯的阴影挥之不去，污迹斑斑的过去让她深知自己没有资格陷入这份感情之中。早饭时，凤兰趁着所有人都在，故意询问最近丝绸的价格，以此来试探有没有人看过那份报纸。然而试探的结果却让她万分意外，知道报纸内容的竟是在她身边多年的管家阿玉。凤兰无法接受眼前的真相，阿玉跟随凤兰多年，她怎么都无法接受如同家人一般的阿玉会背叛自己，她哭得梨花带雨，心碎不已。麦警长将她抱紧在怀里，悉心抚慰，表示会在凤凰阁安插一些人手，监视阿玉的同时也能保护好凤兰。他只想要护得凤兰周全，还包括他那不愿提及的伤心往事。看着麦警长深情款款又极有安全感的眼神，凤兰终于交出了自己的信任，袒露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黄花大闺女刚满18，就被重男轻女的父亲强迫嫁给一个70岁的猥琐老头。不认命的女孩决定离家出走，来到一家咖啡厅打工，认识了帅气多金的阿涛。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变好，不想却落入更万劫不复的深渊。渐渐的，阿涛不仅开始动手打她，最后还将她绑在床上，卖给了出价最高的男人。从此以后，她被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凤兰曾无数次动过轻生的念头，但坚强的内心告诉她，已经要让这个人渣付出代价。当她看到阿涛用同样的手段虐待新来的姑娘素芬时，凤兰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于是决定帮助素芬解脱。这天在阿涛施暴时，凤兰用酒瓶砸晕了他，随后徒手拔下来他的万恶之源，但也只是到此为止，并没有想要杀他。听到这里，麦警长对曾经施暴的阿涛恨之入骨，但他却不明白凤兰既然不想杀他，为什么要先下毒？凤兰还是第一次听说阿涛被下了毒，满脸的疑惑表明了这不是他做的。麦警长随即又问起了前段时间阿姨的死，凤兰再一次否认，并表示她也很好奇到底是谁做的。而另一边，管家阿玉察觉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准备跑路时却被地头蛇蛇爷拦下。原来蛇爷一直怀疑是凤兰杀了人，终于等到阿玉落单，急行殴打，想要从他口中撬出真相。就在他准备用更残忍的方式折磨阿玉时，麦警长及时赶到让他住手，蛇爷却坚决表示要为儿子和外甥报仇。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时，管家阿玉开口说出了令所有人震惊的真相，他才是杀死阿涛和阿姨的凶手。不久前，他在凤兰的汤中放了安眠药，随后穿上凤兰的旗袍去诱惑阿姨，先是让阿姨喝下毒酒，接着在她无法动弹时淋上鲜血，等着野狗啃食。而阿涛案他也是罪魁祸首。当年阿涛发现了他日本间谍的身份，不仅勒索了他全部的钱财，还要满足阿涛最龌龊的欲望。阿玉无法忍受屈辱，于是杀了阿涛。此时蛇爷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但阿玉拿出早早藏在辫子里的毒药，很快就毒发身亡，倒进凤兰怀里，眼睁睁看着相伴多年的家人死去，凤兰也哭得撕心裂肺。阿玉一生过得颠沛流离，做间谍也是因为被人逼迫，背负无法饶恕的罪行。或许一死才是最好的解脱。自那之后，凤兰整日郁郁寡欢，而麦警长此时又告诉他战争即将爆发，风月场将被逐一关闭，这让本就失意的凤兰更加气愤。她不明白为什么不论女人做什么创造什么，最终都会被男人破坏。凤兰的无助与愤怒更加激发了麦警长心中的怜爱，于是在此时向他做出一辈子的许诺。 Marry me, 凤兰。I love you. Mark, do you really want to be the inspector?
marries a murderer? 事业蒸蒸日上的警长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大名鼎鼎的风尘女，还许诺终身非她不娶。但凤兰却不想耽误对方的前程，情绪激动的她竟然晕了过去。麦警长此时公务缠身，还未等到医生来就匆匆离开。医生一番诊断后，恭喜凤兰有了身孕。好姐妹素芬十分为她开心，希望她能从此和麦警长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凤兰深爱着对方，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影响了麦警长的前程和未来。果然，麦警长回到警署就传来了好消息，因为他抓到日本间谍以及查破悬案，决定升他做新加坡第1位华裔警司。但面对好消息，他却并不开心，反而一直对凤兰的拒绝耿耿于怀。他知道，如果自己答应了这次升职，凤兰一定会将他推得更远。于是他来到凤凰阁，想要向凤兰表明态度。然而素芬却告诉他，凤兰正在接客。麦警长立马冲上楼，推开房门，却看见难以置信的一幕：凤兰正坐在大款的怀里，与他谈笑风生。麦警长一把将凤兰拽出，质问他为什么不直视自己的感情。We're not idealists. You and I. This love is not for us. 凤兰决绝地转身离去，将心碎和悲伤都藏在看不见的背影里。回到房间，将友情出演的大款送走后，她终于卸下了满身的伪装，在无人的角落展露了内心的脆弱。就此时光荏苒，麦警长如同凤兰所盼，走上了大好前程，也娶妻生子。战争爆发后，麦警官举家逃往国外，直到2战结束后才回到新加坡。此时的凤凰阁经历战争的侵袭，已经痕迹斑斑。历经岁月的洗礼，凤兰的脸上更添了几分从容，和女儿过着温馨的生活。一个熟悉身影的出现，让她片刻恍神。Hello. I'm Mac. What's your name? And how old are you, Amy? It's been years, Superintendent. And please, you always call me Mac. Well,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久别重逢，那份克制的感情依然深埋两人心中，但他们了解彼此，也不需要道明，就让这份隐秘的爱意静静地在岁月里流淌，也在四目相对间释然。